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殷大吉。麻原彰晃已经展露出自己反社会、反人类的特质啊。对于除掉的那些人，他和教徒解释说这是替他们超度的善行。那各种暴行变得司空见惯，教徒们也不再敢怀疑他的权威。麻原彰晃是绝对的存在，为了拯救日本，必要时可以杀人，为麻原而死是最高的荣耀。麻原彰晃预言第3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是人类的最终战争，人类都将会毁灭，唯有他们可以生存下来，到2003年统治日本。仇视真理的人必须尽早被赶尽杀绝。与此同时，麻原彰晃还在教团内部推翻日本的天皇制，建立官僚组织省厅制，成立所谓的奥姆国家，先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自己就成为了王中之王。而且这个国家的建制十分齐全，包括科技省、资源省、情报省，而且他也一直在行动，准备给社会制造混乱，手段就是利用病毒或者是生化武器。1992年，麻原彰晃带领40名成员赶赴非洲刚果，希望获得埃博拉病毒，但并没有成功。1993年的时候，他又策划了天皇一家暗杀行动，打算在日本皇太子婚礼游行中散布致命的炭疽病毒，并趁天皇外出活动时进行暗杀。但几次尝试计划都没有实现。1994年前后，奥姆真理教继续大量招收信徒，甚至强行拉人入教，借此疯狂敛财。其中有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是社会的精英人群，比如日本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或知名研究院的年轻科学家，前途一片光明，却放弃人伦，堕入罪恶深渊。他们学到了尖端的科学知识，可没有学到科学的准则，并不知道这些技术应该用来做什么。而麻原彰晃利用他们的叛逆心理和对未来的迷茫，驱使他们使用科学技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专门为实现尊师的预言而研制化学武器。因为当时很多制造化武的原材料也很廉价，那日本包括世界各国对化学品的管制都不是很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奥姆真理教开办了化工厂，明目张胆地生产毒气。也在1994年，奥姆真理教在长野县松本市的教团与当地业主发生土地纠纷，双方对簿公堂。6月27日，麻原彰晃知道官司胜算不大，就指使信徒对长野地方裁判所的法官住宅和住宅社区周围的居民投放沙林毒气，事件造成8人死亡，660人受伤。那法官也因为伤势严重，没有办法按时开庭审判。这起事件是奥姆真理教作为制造沙林毒气以后的第一次实验。但是日本警方并没有注意到奥姆真理教，而是怀疑一位叫河野一行的大学老师，他在家里做实验研发一种新型的农药，所以认为是他的这个实验造成毒气泄漏的。但最后发现与河野并没有关系又以为是境外势力所为。那不久之后，日本警方接到居民举报，称在奥姆真理教道场附近出现了难闻的气味，很臭很刺激。那盛夏时节，周围的草木突然枯萎，周边民众就全都来到奥姆真理教进行抗议，并和教徒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后调查人员在土壤中检测出了沙林的成分，大为震惊。因此日本警方才逐渐把怀疑的目标转移到奥姆真理教，打算对这个组织展开调查。不料1995年1月17日，日本关西地区发生了7.3级的阪神大地震，造成了6500多人死亡，43000多人受伤，大量房屋和高架桥被毁，堪称日本战后最严重的一次自然灾害。日本警方对于事件的调查也暂时搁置。而此时麻原彰晃为了自己的预言成为现实，也为了完成自己统治者的野心，1995年已经制定了11月战争计划。这是一个比东京地铁毒气事件更为庞大缜密，也更为疯狂的计划。这次他们瞄准的除了日本，还有整个世界。11月战争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在1995年11月日本国会开幕式上，用军用直升机飞到东京上空，向整个东京都散播有毒气体，那包括沙林毒气、肉毒杆菌、VX 瓦斯，那杀死日本国会大厦出席会议的天皇及内阁全体成员，再杀掉1200万东京都市民的大多数。据估计，1995年他们所拥有的化学原料已达近100吨，如果全都用于生产毒气，后果不堪设想。即使投放效果不佳，理论上依然可以杀害1亿人。
除了毒气攻击，奥姆真理教还通过自己的兵工厂生产枪支。那计划成立特别行动队，配备6000支 AK-47步枪，并准备从海外买船，将特72坦克、米格29战机和志愿作战人员一起运输从东京港登陆日本。计划中甚至标明了所需购买的武器单价和人员经费。那最关键的还有一条令日本政府都没有想到的：日本自卫队空降第一团，他们最精锐的机动部队空降第一团的团长就是奥姆真理教的教徒，并且已经处在教团人员的监控之下，一旦需要就可以把他挟持，然后把这支部队变成奥姆真理教的部队。更为疯狂的是，奥姆真理教还把目标瞄准了核武器计划控制国家核设施，并一直在尝试能够获得制造浓缩型核武器的原材料。麻原计划用原子弹毁灭美国首都华盛顿从而挑起美日战争，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再趁乱统治日本，最后统治全世界。1995年3月18日，毒气事件的前2天，麻原彰晃获得消息，警方怀疑奥姆真理教与几桩绑架案有关，将在3月22日对教团进行强制搜查。为了阻止警方的调查转移视线，麻原彰晃决定延缓警方行动，给他们制造麻烦，就想去制造一场能够引发大规模混乱的事件，去牵制日本政府和警方的精力，为他最终的11月战争计划赢得时间。就这样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了。そして悔いのない死を迎えるではないか。事发第2天，奥姆真理教立即举行记者会，宣称事件和奥姆真理教无关。但这次警方已经下定决心对这个组织展开全面搜查。由于他们是经过注册认证的合法宗教团体受法律保护，警方光有怀疑还不够必须要掌握切实的证据。虽然不能对他们进行非法的搜查，但警方还是接到了很多教徒人员失踪的报案。于是就以人员失踪的案件为理由进行强制特搜，怀疑奥姆真理教存在绑架和非法拘禁的情况。案发2天后的清晨，日本警方采取突袭行动，出动2500名警察和防化队，包围了富士山脚下的奥姆真理教总部，同时搜查遍布日本的25个据点警察在搜查的时候穿戴着整套的防化服和防毒面具，一些警察还提着装有金丝雀的鸟笼，实时监控着周边的空气状况，很快就掌握了他们真正的犯罪证据。当警方进入一座仓库搜查时，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里竟然是一个秘密的化学工厂。除了各种先进仪器设备，上百吨制造沙林的化学原料，甚至还有武器和军用直升机。他们查处了所有制造枪支的机床、化学仪器和毒剂。搜查还发现了多名被非法监禁、身体衰弱的教徒和50多名孩子。当天日本警方逮捕了400多名奥姆真理教信徒，但是并没有找到教主麻原彰晃。信徒们说，虽然自己有原材料但不能证明东京地铁的惨案是我们干的。警方也确实没有找到他们毒气袭击的直接证据，所以这400名教徒的罪名是以包括伪造文书、非法拘禁或者是绑架勒索这些相对较轻的罪名来逮捕的。与此同时，警方不断接到恐吓电话，要求立即停止对奥姆真理教的搜查，否则将有更多政府要员遭到暗杀。双方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教主麻原彰晃依然不知去向，调查一时陷入了困境。直到这一年的4月，案件终于有了突破。1995年4月8日，日本警方在石川县街头抓获了一名盗窃自行车的小偷。经过审讯警方发现这名叫做林玉夫的男子正是参与实施东京地铁毒气事件的5人之一。时年48岁的林玉夫比麻原彰晃还要大8岁，原本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因为一次疲劳驾驶而撞伤一对母女，他久久无法释怀，在痛苦迷茫的时候找到了麻原彰晃，相见恨晚。通过修炼，感觉精神得到了解脱，最后把灵魂抵押给了魔鬼。1990年出家之后逐渐成为麻原彰晃最信任的助手之一，负责管理教团附属的医院，并为信徒注射迷幻药，治疗信徒中的动摇者，最终沦为杀人工具。
1995年3月20日的上班早高峰时段，教团派出了10人，5个行动小组按计划出发。他们2人一组一人负责投毒，一人负责接应。林玉夫携带2个包有沙林的塑料袋走进电车。他回忆，在用散尖刺破沙林包裹前犹豫了很久。作为一名拯救病人的医生，他深知释放毒气的可怕后果。因此几度想要放弃，但他最终还是相信麻原彰晃所说的，为了崇高的目标而下手了。他散播的毒气造成2人死亡，231人受伤。丸之内线上30岁的物理学硕士研究生广濑健一也刺破了2个毒气包。对面列车上31岁的应用物理学专业毕业的横山真人刺破1个毒气包，造成伤害最小。27岁的应用物理学硕士丰田亨在日比谷线上刺破2个毒气包。37岁的人工智能专业的林泰南同样乘坐日比谷线，为了表示对组织的忠诚，他携带了3个毒气包，造成的伤害最为严重。释放完毒气后，5个人立即乘坐等待接应的汽车离开现场。事发后，林玉夫开始了逃亡。过程中不断偷窃，最终是被捕。经过日本警方的反复工作，最后他承认了犯罪事实，确认毒气事件是由奥姆真理教策划实施的。他的供述成为案件最重要的一个突破口，也成为解开奥姆真理教神秘面纱的重要开端。后来，林玉夫还协助警方指证麻原彰晃的各种罪行，并且他本人也表示悔过。鉴于他的表现东京地方法院特别减轻了刑罚，最终结果是判处林玉夫无期徒刑，其他参与投毒的信徒均被判处死刑。在林玉夫的配合下，调查刚刚取得进展的时候，4月23日，奥姆真理教的2号人物，掌握更多证据的村井秀夫突然遇刺身亡。日本警方失去了一条重要线索，于是下令在日本全境通缉奥姆真理教的首领麻原彰晃。经过多方寻找，始终没有结果。1995年5月15日，警方在东京郊区逮捕3名出逃的奥姆真理教成员，其中包括麻原彰晃的高级助手，时年25岁的井上佳浩。井上在高中2年级时期就加入了奥姆神仙会，开始和其他信徒共同生活在一起。他有着看似很崇高的追求认为安逸让人堕落，要为自己的痛苦而高兴，为他人的痛苦而痛苦。在高中毕业相册中，井上的自画像是能在空中漂浮的超人。17岁的他坚信通过修炼也能飞起来。据说后来井上劝诱了1000多人加入教团，并且他筹集到的捐款最多。大学辍学出家，并且很快成为了麻原的亲信，被麻原任命为谍报大臣。他组织策划了多起绑架杀人事件，包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警方在他身上搜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着受袭击3条地铁线路运营时刻表和客流量，进一步证实了事件存在预谋。林玉夫也证实井上就是毒气事件的直接指挥者。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井上召集了林玉夫在内的5名信徒，向他们布置了教团的几项秘密任务，在东京涩谷区的一处据点分发物品，就是装有沙林的塑料袋练习用散尖刺破袋子的动作。准备向东京地铁中投放沙林毒气。使用毒气袭击的证据已经充分了，剩下要做的就是抓捕首领麻原彰晃。警方再次把目光集中在位于富士山脚下的奥姆真理教总部上久一色村，对这里进行全天监控。虽然不阻止每一个教徒的活动，但会仔细确认来往的人，因为他们坚信麻原彰晃就在据点里的某处藏身。1995年5月16日，2000多名警察直扑奥姆真理教第6真理楼，经过5个多小时的搜查，终于在第2层和第3层之间一个不足1米的夹层中找到了狼狈的麻原彰晃。当警方对麻原彰晃宣布拘捕令时，他装作一脸无辜的反问你们觉得像我这样的盲人能干出那种事情吗？当天，日本警视厅正式宣布以杀人和杀人未遂的嫌疑逮捕麻原彰晃。11辆警车押解麻原疾驰而去。而就在警方逮捕麻原彰晃当天，日本东京政府收到了一个邮包，结果没成想竟然是个炸弹。引爆以后造成1名职员受伤。与奥姆真理教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此后，日本警方开始了对涉案人员的抓捕和漫长的审讯工作。因为此前麻原彰晃和信徒之间是有攻守同盟的在他们已经被捕的时候，
他发出了一个命令叫默杀就是告诉大家保持沉默。审理过程是旷日持久这个组织却依然是经过批准的合法宗教财团法人，那依然可以公开进行各种活动如何处理这个邪恶的组织成了大难题，特别是颠覆国家计划曝光以后，问题更加棘手，因为没有合适的团体性法律当时有人提出要强行解散奥姆真理教，但这个提议却遭到国会和日本律师协会的强烈反对。那人们担心这样会开启一个坏的先例使政府可以轻易认定一个组织非法。然而日本社会已经无法容忍这样一个邪恶教团的存在，民众纷纷以各种方式进行抗议和抵制。1999年11月18日，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2项新法：团体限制法法案和救济受害者法案。那法案明确表示要对曾肆意进行大规模伤害的团体加强监控，禁止被限制对象获取或者是使用宣扬宗教有关的场所和设施，禁止被限制团体诱劝民众加入组织等等这样奥姆真理教就成了法案限制的对象。2项法案又被日本舆论称为奥姆新法。那虽然这个限制让教团失去了活动和壮大的条件，可日本政府却并没有彻底禁止他们，也没有给这个教团定义为是邪教。那一部分痴迷的信徒很长一段时间依然坚信这个奥姆真理教还有重新壮大的可能。2000年1月18日，奥姆真理教宣告破产，改名为阿莱夫。那主张信仰佛教，不再承认原教主麻原彰晃的领导地位，以避免政府对教团的控制。直到今天，阿莱夫仍然在进行传教活动。那经过9年的漫长审理，麻原彰晃原名松本智金夫，在2004年2月27日被判处死刑。他曾试图上诉，但日本最高法院维持死刑。然而，由于日本法律程序复杂，对死刑格外慎重，所以从死刑到执行需要经历很漫长的时期。那终于在2018年7月6日，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发生的23年后，日本对63岁的松本智金夫执行了绞刑。那松本死后的骨灰处理也成了问题，遭到了遗属的争夺。有人希望自己处理，也有人希望撒到大海因为害怕骨灰葬在某处之后成为信徒的朝圣地点，组织在死灰复燃，所以骨灰很长一段时间都留在拘留所。那最终是如何判决，骨灰又如何处理，不得而知。那或许是担心相关人士遇到不必要的麻烦。到这里，随着松本智金夫的骨灰处理完毕，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算又翻过了一页。这事件已经过去了20多年，而那个疯狂敛财、迫害教徒、绑架杀人、释放毒气的组织，时至今日也让很多人心有余悸。每年的3月20日，日本除了举行纪念活动，还会在地铁里进行反恐演习，提醒人们不要忘记1995年那场世纪惨案，远离一切谎言与诱惑，保持清醒，敬畏生命永远是不可逾越的底线。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大吉，谢谢你了。拜拜。